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最近热门的泡面，热门，不是热的泡面哦，是热门的泡面哦，啊，热哦，泡面百种啊，对啊，也是不断在出啊，所以我们现在试试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泡面最近是受欢迎的。来第一碗，马古德，这是哪一家的？马来西亚哦，又是马来西亚的哦，最近马来西亚的很多呢哦，哦，明显的八角味。啊，我们要巴古德呢？是白胡椒那一路，不是白胡椒内陆的，它的就是中药材的味道是明显的，然后甜度有，因为它的这种汉方的这种东西哦，多了一点这个甜味进来，它就比较不会那么腻，不会那么怕。它那个面体跟我们所知道的面体不太一样，我们台湾的面体说真的，你看我这样讲，大家不知道有办法理解。韩国的面体跟台湾不太一样，日本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不管你做什么各路的面，它其实面体差不多，口感都差不多，它偏比较脆，比较容易断的那一路。哦，蛮好的，尤其这个哦，天冷的时候吃这个很好哎。你如果在这个巴古德里加一点米酒进去，我跟你说，它就是药炖排骨的味道。拿个米酒来加一下好不好？加一点米酒。哦，药炖排骨了，对啊，可以再多一点。我们这米酒不知道放多久都挥发掉了。药炖排骨，在这个泡面加起来，就你知道高级感就出来了。对啊，你可以喝汤看看，这是药炖排骨的汤，对不对？来块排骨真的不错。对啊，哦，来排骨，然后加点枸杞啊，对，对不对？那蛮特别。当成一碗汤喝是可以。对啊，它是让你喝这个汤，你会觉得说，有点补的感觉。哦，好，下一个。来一个韩国的哦，辛辣香菇风味，有啊，上面写韩文呐、啊，蛮好的哎，很妙，就韩国跟台湾那一路的，没有完全韩国，不是那种辛拉面那一路的，对，但是有辛拉面那个味道，很妙。来一个，我觉得它很多的调味是很偏日系，还有些什么柴鱼汤啊那些那一路的，它就是辛拉面加柴鱼汤啊，有面体嘛？汤的感觉，面体就是来一个的面体啊。它现在就号称台版辛拉面。哦，台版，有吗？台味。有啦，因为台味跟日本味其实有一点类似，那只是台味的胡椒味会稍微重一点，因为台湾的泡面胡椒其实是蛮足的。有辣吗？没有辣。但是对一个不吃辣的人，它这边写素食哦，对一个不吃辣的人，然后又想要吃辛拉面那种感觉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台湾人会喜欢，尤其是这个年纪大一点，比较不能够接受国外食物的那些人，又想要尝试一下，你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啊。但你吃起来会觉得有在吃韩国料理的感觉吗？说对我来说，说真的还好，它唯独就是它比较像什么？比较像来一克的杯面，然后再加一点韩国辣粉进去。哦。对，你可以试试看。你懂我意思吧？它那个柴鱼跟胡椒味还是明显，葱味还是明显。汤还是台湾泡面。对，而且多了一点点辣味。辣椒的味道。对，韩国辣椒，对，差不多就这一路啦。但它接受度应该是很高的，我觉得。但是三更半夜很过瘾。三更半夜哪一碗不过瘾？三更半夜的泡面哪一碗不过瘾？泡面最可怕的就是三个时候，一个就是三更半夜，对不对？一个天冷的时候，另外在飞机上面，对不对？无敌，谁都赢不了哦。你三更半夜，你先撇开，就是你们那边可以去什么青州小菜那些边就最方便的，有谁赢得了泡面？你告诉我，没有啊？咸酥鸡都赢不了它哦。但如果在3间泡面
三更半夜，三斤泡面是什么东西？重来一次啊！三斤泡面。三更半夜吃泡面里面，我觉得这一个也还算排蛮前面的。我觉得啦。有机没有？但这个是因为现在的天气。哦，对啦。对，因为天冷嘛，你总是要吃点味道稍微重一点点的。它那个下去嘴巴那个辣感。可以耶，我觉得。对啊，但它就是，你知道比较难得的是，我觉得台湾现在就是分几个路数，一个路数就是原汁原味，好比说辛拉面，我做一碗韩国的面，它就很辛拉面。但有一种就是把台湾跟国外的东西做一些融合，这个时候它有时候有冒险，它就是一线之间，你对了它就是对的，不对就怪，它是属于对的。对，我觉得这个不错。好，下一碗。这碗很后宫哦，味丹排骨面9膳，9加9，金门高粱酒哦。肉有啦，它就是乐牌的旁边那一块，耐泡代表它的面会比较 Q， 有一点当归味，这也是金门高粱金门酒厂啊，这闻这味道应该是金门酒厂去年推出的感恩酿啊，你看嘎搞，有汤，加的好。它加了之后，那个刚刚喝的时候，单纯就是那个当归味，然后喝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好像有点当归跟排骨的味道明显，但是就少了一个你想要渴望的那个甜味。高粱进去香气进来，然后高粱酒在里面转为有点甜甜的，然后它的汤变得尾韵比较重，然后拉的时间比较长，在口腔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但它比较大人的味道。都加酒，加那么多高粱，对啊，所以国中生你要吃这个有点怪哦。吃完就去睡了。或者是国中生还不知道这个的美味在哪里。他可能会觉得酒好呛。对，但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已经尝遍过很多味道的人来说，这是一碗好的面，对不对？你要看你是不是大人，你就买碗这碗试试看就知道了。你一吃发现很好吃，你就觉得其实就是大人，对不对？但不要勉强。好吃好好吃，我是大人，醉倒，那就不叫大人，好不好？但这个会，这个像你这没有可能还好，那你试试看，来，你去拿个筷子。我觉得太冲了。有没有一个酒冲味？是啊，你看大人，这个就是在演大人。我不要当大人。这就是演大人，对不对？对，喝个汤，吃肉，对不对？怎么样？有一点。你看，所以他刚刚就在演大人。大炒一番，维力啊，有维力又出了这个，维力出这个应该很厉害吧？九层塔可哦，九层塔，有这九层塔跟蛤蜊味道都有而且还有那个油葱酥的味道但我说我开始吃的时候，一闻到跟吃到第一个感觉，觉得蛤蜊跟九层塔味道很足很好。但吃到中段的时候，突然转成油葱酥你试试看，你先闻，然后吃一口，你就觉得哇，有没有？九层塔跟蛤蜊很明显，对不对？对，拉根的。对。好，那你现在吃一口，刚刚进去里面主要对，有蛤蜊有九层塔，好像有蛤蜊九层塔，开始转咯，变油葱酥咯。主力就变成有。主力就变成油葱酥了这样。但说真的，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辣吧？没有因为我觉得九层塔跟油葱有时候跟辣也不是那么合，你知道，少了一个，它的味道很足味道很足因为它有尴尬是因为它很足，所以你说加点青菜，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帮助，唯独就可能吃青菜身体比较好。加一个蛋，好像也还好，对不对？就好像它不需要再加味道，不需要加味道，但你总希望它还要再加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这个拿来炒泡面一定很好吃。哦，拿来炒泡面，就是以它为 base，然后你就比如炒青菜啦，炒什么炒完之后，然后把泡面放进去，然后炒完，然后打个蛋或者炒蛋放进去这样，这个炒泡面一定很好吃。再加一把酒精，奢侈，对不对？但不加也可以，再加也行，不加也可以啊。它拿来炒泡面的原因，它等于是帮你把味道都调好，你不用再多花时间，比如要去买九层塔干嘛？九层塔买了用了几片啊，放了酒黑掉，你不用直接这个就可以。那这个我会建议你炒海鲜那一路的，比如说你可以有虾子啦、中卷啦，老四川出的哎呦，酸菜鱼，我觉得酸菜鱼应该对啊，大红是这2年啦，那不然其实差不多在5、6年前大家开始有在接触了。那重点是我觉得它第一个它没有那么辣。酸菜鱼对台湾人来说，其实说真的不陌生。我说不陌生啊，你吃过酸菜猪肚汤啊，对不对？所以酸菜入汤这件事情对台湾人完全不陌生。那唯一就是花椒跟辣椒的那个香气，这是台湾料理里面稍微少一点点。花椒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大陆吃哦，日本也吃花椒，但日本的花椒是什么？是撒在那个一点点的花椒撒在鳗鱼上面提香的，鳗鱼饭上面提香的，所以。这个花椒对台湾来说，因为胡椒台湾不陌生嘛，黑胡椒、白胡椒不陌生，花椒开始大家可以接受，再加上酸菜，然后干辣椒下去煸炒过的那个干辣椒香味，小时候大家都吃过宫保鸡丁啊、宫保什么，那辣椒你就吃到，所以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有鱼，它会重不是没有道理的，说真的，连我我大概常常煮这个酸菜鱼来吃，而且我还煮过酸菜牛肉。用酸菜鱼的底，然后涮牛肉来吃，也是这种它是粉哦，然后这是酸菜鱼的。现在比较担心，因为这个后杀怕那鱼啊，这个口感没有刚弄得好。鱼嘞？有了。因为你想象那个鱼是酸菜鱼整片，它是，而且它炸过的再去后杀的，对，这样很聪明。还有一包醋，有，就是炸过的，它炸过下去了，还有一包醋哈，先喝一下，看它酸菜的味道酸不酸。它现在酸菜的酸其实就有了。但是因为酸菜鱼大家都会想要再酸一点，所以会铺一个醋给你。真干，但还好了，可以的。它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它不辣，它也没有花椒味很重，它像什么你知道？咸菜啊，对，但是它是鱼，对啊，有一点点的花椒。跟我想象中不一样，那好吃吗？如果你喜欢是带点酸的，泡面有酸的不多除了泰国那个东央那个而已啊，对，有酸的不多这个是酸的舒服的这个如果说你要把它做的再就是川味一点，你在煮的时候在水里面加花椒油。青花椒或大红袍的油都可以，全联现在都有卖，放进去，然后再豆芽菜要然后如果你有鱼片，很简单，就是钓鱼片，切个几片，在煮的时候放起来，还没有冲之前，对不对？把它先弄好，然后还要加什么东西啊？香菜也要，葱也要。总而言之啦。就是现在已经说真的，泡面已经不是只有单纯泡面，日本的拉面都进入战国时代了，对不对？现在台湾的泡面也是一样，大家一直在想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发展出来，是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件事情。那不妨买回来都试试看，对不对？你可以尝到你以前没有尝过的泡面，永远最大的赢家就是消费者嘛，
好不好？大家试试看，拜。